嗨，欢迎大家回到Gina TV。最近呢，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状况，同学在上课的过程拿着我发给他的夹子、发给他的睫毛、黑胶等等类的呢，他们在现场呢都有办法做出漂亮的作品，并且拿到结业证书。但是他们回家慢慢练习之后呢，注意哦，这里是有练习的状况之下哦，回去半年到1年之间呢，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瓶颈，甚至会觉得自己学习开花，越学越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一切的问题都跟你是不是使用了不适合的睫毛在做开花有关。那我们今天呢，就会专门做一集有关于什么毛是不适合拿来做开花的。好，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市面上美睫师在使用的睫毛呢，材质通常多半都是纤维毛，但是纤维毛呢，它就有分成30到50种左右，甚至更多。那厂商呢也会去针对它的成本或它销售顾客的一些使用状况来决定它要使用哪一款式的纤维毛。例如说我自己比较常使用的这个山茶花纤维毛呢，它就是属于纤维毛里面等级稍微高一点的，那使用起来比较好粘，也比较好吸胶。那当然它的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点。虽然市面上有这么多种纤维毛呢，但是每一种纤维毛都可以再被 coating 一层亮光漆上去。那这样子呢，就有一点像是他们帮纤维毛再穿上新的材质，重新包装再做贩售。所以呢，市面上呢就会出现有雾面的睫毛和亮面的睫毛。实际上这2种睫毛材质是一模一样的哦，只是一个是有 coating 亮光漆，一个是没有 coating 亮光漆。所以呢，什么睫毛是最不适合拿来做开花使用的呢？就是有 coating 这个亮光漆的。这个其实我们不难想象的，就是说，实际上你打了一层亮光漆上去，它是不是就变光滑了？那它变光滑之后呢，你在做开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粘胶把它粘成像一朵花的样子？这时候呢，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慢干，因为它是光滑面。所以呢，当你开好花放到客人的眼睛上面去之后呢，你会发现你要扶着非常久，否则它都不会干。所以你在使用上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那同学有时候通常心一急，手就放开了，那手一放开呢，它的花就缩小了。毛的材质如果它非常不容易干，那你扶的时间相对就要很久。毛不好用，你就要多用技术这样。但是如果毛很好用，很吸胶，那你放上去，你就可以停很短暂的时间，你就可以把手放开。所以好用的毛跟不好用的毛，其实对美睫师来讲是差非常多的。那第2种状况呢，应该就会比较少发生，也就是说，同学在回家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原本是拿0.07的粗度的毛在做练习，结果回去之后可能忘记了，把它拿超过0.07以上粗度的睫毛在做开花。例如拿了0.12粗度的睫毛，或者是0.15粗度的睫毛在做开花。通常这一类的毛，它是有办法被你开个3根，但没有办法开很多根。当你放上去之后呢，它还是会呈现一个不会干的状态，所以你通常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把它做开花的样子上去。这时候同学又会产生疑惑，就是说，为什么我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开花，但是我回家拿到这个毛又做不出来？其实你就刚好用错睫毛了。第3点呢，有可能同学呢，就是回家之后练习，他可能会买了非常多的工具，例如说他也会买了非常多的夹子。那夹子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讨论，就是它的密合度问题。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夹子的密合度就是好，有一些的夹子密合度就是不太好。但是初学者同学往往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辨别，他就会全部都拿起来试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总结归纳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好开花，好，它当然就是你要搭配的，就有点像是我们要革命起义成功，我们就要有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这种概念。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夹子、黑胶、毛，还有你的技术刚好4个人搭在一起的时候呢，它要呈现一个极佳的状态，你就会用很轻松的方式就有办法开花，并且放上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多同学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办法开花的。那回去之后呢，可能更换了太多种的材料，那导致他可能在练习的过程导致非常多的不顺畅。所以在更换材料的时候要多注意。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知道的话，那只有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要多方尝试，多方交叉比对之下，例如说试一下这个毛跟这个夹子，或者是试一下这个毛跟就是另外这种毛跟这个夹子，不，反正你就是多方比对就是了，这样一定会找到你自己的最佳解答。希望我今天的影片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哦。Gina TV，我们下回见，拜拜。
时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在下方帮我按订阅，记得一定要打开铃铛哦，这样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